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，你是否有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？你没有任何动力，你没有任何灵感，你不想做出任何的内容，那是因为你遇到了职业倦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在我的频道里，我都在分享如何成为更好的内容创作者，如何更好的经营的 YouTube 频道。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一部影片是在讲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，你应该如何保持你的心理健康，保持动力，避免职业倦怠。应该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职业倦怠是什么。作为内容创作者，不管你是在 IG、YouTube 还是其他的平台，当你遇到职业倦怠的时候，你会失去动力，你会失去任何灵感，你会认为创作内容是一种压力。在过去几个月，我有好几次都是处于职业倦怠边缘。我认为这是大家应该重视的话题，毕竟创作内容是一个长期的事情，我们应该保持好我们的身心健康，才能够坚持下去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职业倦怠，为什么内容创作者会遇到职业倦怠，如何避免职业倦怠。首先，有什么因素会导致创作者遇到职业倦怠？第一个因素就是工作量大。有很多内容创作者都会保持每周更新内容，有创作者会更新很频繁，像是每周更新3次、更新4次。短期来看，这可以坚持，但是如果想要长期坚持下去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但是又不想中断这个更新频率，所以每次到更新内容的时候，都会强迫自己输出新的内容，这样久而久之，压力堆积越来越大，最终会压垮自己，导致自己遇到了职业倦怠，最终丧失动力。第二个因素就是全职内容创作者。如果你是一名全职内容创作者，那么你的压力就会很大，因为这就是你的收入来源，你就是自己的老板。你会担心，如果你放慢了脚步，你的收入就会减少，你的流量就会减少，所以为了迎合平台需要，你就要不断输出新的内容。第三个因素就是追求完美。作为内容创作者，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想我们的下一部影片需要做什么，我们想要我们制作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观众喜欢看的。我们在剪辑影片的时候，都会在想，我应该如何剪辑才会剪出更好的影片。这样的不断追求完美，我们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，这样不断的累积，我们就很容易遇到职业倦怠。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职业倦怠，在内容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？首先，第一点就是你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话题去制作内容。因为我对 YouTube 这个平台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就以 YouTube 作为例子。有很多人认为做 YouTube 好赚钱，看到他们很自由，可以到处玩，不用做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所以自己也想做 YouTuber 去赚钱。但是他们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，而是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流量来得快的领域，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。这样的话，你每次都是为了输出内容而创作，你并没有认为这是你的作品，你没有在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。短时间内你可以坚持下去，但是你能够保证在1年之后、2年之后，甚至更久之后，你还能坚持输出这种你不感兴趣的话题吗？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成为内容创作者，我希望你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创作内容。或者你已经开始创作内容了，但是你现在的领域并不是你感兴趣的，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发掘你对现在领域的兴趣点，或者你可以慢慢的转入到你感兴趣的领域。相信如果你做调整，你可以更容易的坚持下去，你会有更多的灵感。第二点，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有很多创作者都很努力，为了流量，为了收入，所以他们就会让自己每天处于工作的状态，每天都在想内容的主题，构思内容，创作内容，这样从早到晚1周7天没有任何休息，甚至放弃了很多社交的时间，一心投入到内容创作中。这么做从短期来看，你可能比别人取得更多的成就，但是长期这么做，你很容易达到自己的极限，因为你的大脑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，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。在公司上班的人都有上班和下班2种模式，在上班的时候就认真工作，在下班的时候就完全忘记工作上的事，让大脑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，让身体得到放松。而很多内容创作者都没有这种工作和休息的模式切换，很多时候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大脑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。所以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，我们需要找到工作与生活上的平衡。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内容创作，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在别的方面，和家人、朋友去享受和他们的时光，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能够让你产生更多灵感，让你更有动力去坚持创作内容。
第3点，批量工作。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，你要学习如何批量工作，这会大大提高你的效率，节约你很多时间。我们大脑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进入一个状态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在一天里面安排很多种事情，这样就会让你的大脑很难进入一个状态。即使进入了一个状态，你又去做了另外一件事，会让你的大脑显得很混乱。我之所以能够在每周更新3部影片，就是因为我使用了批量工作的方法。所谓的批量工作，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面，你只做相同的事情。例如，你要制作3部 YouTube 影片，你可以在周一的时候做影片话题的调研，做影片关键词的调研，去学好这3部影片的脚本。在周2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这3部影片一起录完。这么做有很多好处，首先你的状态能够持续，录制第1部影片的时候能够让你进入状态，你之后录制影片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，能够让你提高效率，并且给你节省很多时间。同时，如果你每周是更新1部影片，那么你就能够在1天里面录制完你之后3周的影片，这样就能够减少你的压力，你就能够充分掌控你的时间。在周3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集中把这些影片剪辑出来，这样你只需要3天的时间就能够把未来3周的影片内容都制作好，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，并且保证了你的更新频率。如果你想具体学习我是如何批量产出我的影片内容的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。这部影片是我的影片制作流程，能够让你知道我是如何保证每周更新3部影片的。第4点就是找到合适的更新频率。在大部分的平台，如果你能够保证你的内容质量，你更新频率越频繁，你的成长速度是越快的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能够让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、自己的 IG 账户能够成长更快，就保持着一个高的更新频率，像是一周更新4次、5次，甚至是6次。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如果你是一名全职的内容创作者，你没有家庭需要去照顾，你可以保持这种高的更新频率。但是如果内容创作只是你的兼职工作，你还有家庭需要去照顾，那么你就不应该去定这么高的更新频率，因为这么做你会没有时间去休息，你会没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，你的压力会非常大。你不要看到别人每天更新，让自己的频道成长很快，你想要自己的频道和他的频道一样，所以你就给自己定了这么高的更新频率。但是你并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样的背景，有可能他有自己的剪辑师去帮他剪辑影片，有可能他会有自己的助理去帮他处理很多事务，他并不需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制作内容。所以结合自己的情况，结合自己的能力，找到适合的更新频率，会让你减少很多的压力。第5点就是停止比较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意无意的去和同领域的频道去做比较，当我们看到对方的频道每天获得很多订阅者，每部影片都有很多人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频道和对方的频道去做比较，心里面会想，为什么我的频道没有这种状况，我的频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和他的频道一样。但其实对方已经经营了好几年的频道，而你只是刚开始经营的 YouTube 频道，你们两个是无法平等对比的，并且这种比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压力，这种压力会不断的拉着你，让你付出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在内容创作上，因为你认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让你和他们一样，这样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遇到职业倦怠。所以我们的比较对象始终是只有我们自己。我的这一部影片是否比上一部影片表现好？半年前的自己和半年后的自己在镜头面前说话是否有更自然一些？当你不断的和他人做比较的时候，如果对方的成就比你高很多，你就会很容易失去动力，最后放弃内容创作。成为内容创作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很多压力。当你遇到这些困难、这些压力的时候，你需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希望大家在内容创作道路上都能够保持动力，通过我今天说的方法避免职业倦怠。也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，能够让你在内容创作过程中提高效率，节约更多的时间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